赤道几内亚可以说是最有钱的原始社会，人均 GDP 曾一度高达2.3万美元，比我国都要高好几倍。然而它却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，国民吃不起饭，喝不起水，国内更是疟疾肆虐，一旦生病就只能靠命熬过去，使得儿童死亡率高达69%。而这一切全拜他2位总统所赐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赤道几内亚位于非洲中西部，与喀麦隆和加蓬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2.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50万人。和大部分非洲国家不同的是，赤道几内亚境内河流众多，水网密集，再加上又属于赤道多雨气候，年降水量能达到2000毫米以上，平均气温也在24度左右，十分适合发展农业。不仅如此，赤道几内亚的油气资源也很丰富，石油储量达10亿桶，虽然比不上中东那些狗的户，但在非洲这块地儿也是能挤进前3的存在。仅次于尼日利亚和安哥拉，是非洲第3大的石油生产国。凭借着丰富的油气资源，赤道几内亚的经济算是突飞猛涨。早在2008年，它的人均 GDP 就从原先的几百美元一路涨到了2.3万美元。而此时的中国人均 GDP 才不过3000美元出头，比我国高了不知道多少倍。这串漂亮的数据甚至比一些欧洲发达国家都要高，但它却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。近90%的国民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，还有69%的人连想喝一口水都是种奢望。全国有且只有1所大学，还得靠外国的援助才能继续维持。为啥赤道几内亚会出现这么充满反差的情况？说赤道几内亚是个倒霉蛋，其实一点都不为过。好不容易从西班牙手里独立了，结果摊上个精神病总统。凭借他一己之力，全国2/3的人口直接蒸发了。好好的一个国家，硬是被他弄成了原始社会。在2战结束后，全球都掀起了民族独立的浪潮，非洲自然也不例外。而当时殖民赤道几内亚的是西班牙。面对世界大势，西班牙自然是不敢顽强抵抗，但他又不愿意放弃这些地区的控制和掠夺。于是灵机一动，你不是要独立吗？那我就选一个听话的傀儡总统。而当时要智商没有，要能力也没有的马歇埃就被西班牙看中了。经过一系列的调教后，终于在1968年，赤道几内亚宣布独立，而马歇埃也成了这个国家的首任总统。然而还没有等西班牙享受胜利的果实，就被马歇埃一脚全给踢出去了。而西班牙人做的又都是些与技术相关的工作，这些人一走，赤道几内亚的经济发展瞬间停滞，还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。但马歇尔压根不在乎，他还把劝解自己的外交部长揍了一顿，然后一枪爆了头。他还解散了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政党，对任何有意见的人都亲切地送他们去和上帝谈。不仅如此，因为马歇尔的学历不高，于是他就下令关停了境内所有的学校，还不允许任何书籍报纸等存在。他还在国内大肆宣传自己是赤道几内亚的唯一真神，每天干啥呢都得先祭拜。在他的一番操作之下，赤道几内亚成功被干成了个原始社会。一个被弄成原始社会的国家是怎么把人均 GDP 提高到2.3万美元的？为啥明明国家都这么有钱了，结果国民过得还是苦不堪言？马歇尔这个总统呢，当了11年就被自己的侄子奥比昂给推翻了。虽然换了个新总统，但赤道几内亚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。奥比昂和马歇尔一样，光顾着自己爽，也不管国内的经济和发展，但架不住人家命好。马歇尔10多年都没发现的油田，居然被奥比昂发现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当初奥比昂正面上台就被美国指责过没有合法性，还撤回了驻赤道几内亚的大使馆。等油田被发现后，美国的态度简直是360度的大转变，不仅公开宣称支持奥比昂，还为他的独裁统治出谋划策。当然，代价就是所有开采的石油，赤道几内亚呢只能拿12%的利润，但奥比昂也不在意，既然拿的少不够分，那就不分。凭借着出口油气资源，赤道几内亚的人均生产总值直接飙升到了2.3万美元。但这些收入呢，一点儿都没有落到普通民众手中，这些普通民众日收入甚至连1美元都没有。如果你看过地图，就会发现赤道几内亚大部分的土地和人口明明都在非洲大陆上，结果却把首都设立在远离大陆的比奥科岛上，而且基础设施完善。经济如发达国家的比奥科岛相比，对面的大陆没有工厂，没有学校，道路泥泞不堪，甚至很多地方呢就没有路，每天辛苦工作，连吃顿饱饭都做不到。可笑的是，奥比昂还专门买了2艘军舰，为的就是防止大陆上的那些穷人揭竿而起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财的小手给俺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